你知道什么东西最顽强吗？不是细菌，也不是病毒，而是一个想法。一旦它在你的大脑里扎根，就几乎无法根除。这个男人叫科布，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行家，能潜入任何人的梦境窃取机密，但他自己却被一个想法困在无尽的痛苦中，有家不能回。科布的专长是在目标人物睡梦正酣、意识防御最薄弱时，潜入其思维深处，将最宝贵的商业秘密信手拈来。这种技术被称为盗梦。然而，一次任务的意外让他和团队陷入了富商齐藤的掌控。齐藤并不想让科布偷东西，他提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疯狂任务——盗梦空间。不是窃取，而是植入一个想法。只要科布成功，他就能摆平所有麻烦，让科布堂堂正正的回家。任务目标是能源巨头的继承人罗伯特·费舍尔。科布必须让他在潜意识里自愿解散父亲留下的商业帝国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被植入的想法必须让目标以为是自己产生的。为此，科布组建了一支精英团队，有负责规划全局的搭档亚瑟，有能够伪装成任何人的伊姆斯，有负责调配强效镇静剂的药剂师尤瑟夫，还有一个天赋异禀的梦境设计师艾莉诺。他们的计划大胆而精密，要构建整整3层梦境。第一层梦境是一座下着倾盆大雨的城市，第2层是一家豪华酒店，第3层则是一座冰天雪地的雪山堡垒。更危险的是，由于任务需要长时间稳定，他们必须使用一种特制的强效镇静剂。在这种药效下，如果在梦中出局，并不会醒来，而是会坠入一个叫混沌之地的意识边缘地带。那是一个只有原始潜意识存在的无尽空间，人会在那里被困住，直到现实中的药效过去，但心智可能早已迷失，分不清现实与虚幻。What kind of tricks? In a dream, you can the infinite staircase. Paradox. So a closed loop like that will help you disguise the boundaries of the dream you create.艾莉诺在学习构建梦境时，无意间闯入了科布的私人梦境，那里充满了科布对亡妻梅尔的回忆。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：科布的潜意识里有一个极具攻击性的梅尔的投影，它像一个不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摧毁整个任务。科布警告艾莉诺不要深入，但这恰恰是整个行动最大的隐患。行动在一架横跨太平洋的10000米高空客机上展开，团队成员和目标费舍尔都进入了沉睡。第1层梦境，大雨滂沱的城市，他们成功绑架了费舍尔，试图植入第一个观念，让他重新审视与父亲的关系。然而，费舍尔的潜意识受过专业训练，形成了强大的武装防御，整条街的投影都在攻击他们。激烈的追逐战中，科布的妻子梅尔再次出现，他的干扰导致费舍尔中枪，生命垂危。计划被打乱，费舍尔在第1层梦境濒临出局，如果他现在出局，就会直接坠入混沌之地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团队决定将计就计，带着重伤的费舍尔直接进入第2层梦境。他们让伪装者伊姆斯变成费舍尔的教父，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一场针对他的阴谋。而他父亲的遗嘱里藏着一个能让他重获自由的秘密，这个秘密就在他潜意识更深处的保险箱里。此时，驾驶着第1层梦境货车的尤瑟夫正被追击，车辆的剧烈晃动直接影响了第2层梦境。当货车冲出大桥，开始失重下坠时，整个第2层梦境的酒店也失去了重力。负责留守的亚瑟必须在完全失重的环境下对抗费舍尔的潜意识守卫。这场在旋转走廊里的战斗堪称天旋地转。团队带着费舍尔继续下沉，进入第3层梦境雪山堡垒。这里是费舍尔潜意识防御最森严的地方，他们必须攻破这座雪中要塞，才能找到那个所谓的保险箱，完成最后的想法植入。团队成员穿着雪地伪装服，展开了一场堪比大片的攻坚战。然而，梅尔的投影再次如期而至，他直接出现在费舍尔面前，终结了他。费舍尔坠入了混沌之地，齐藤也因伤势过重紧随其后，整个任务彻底走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科布内心充满了挣扎与愧疚，他知道只有自己能把他们带回来。艾莉诺决定陪他一起进入那片最危险的意识海洋。在混沌之地，这个由科布和梅尔曾经共同构建，如今已然残破腐朽的世界里，科布终于向艾莉诺坦白了全部真相。原来，他和梅尔曾在这里度过了相当于现实中50年的时光。当科布想离开时，梅尔却深陷其中，认为这里才是真实。为了带他回家，科布在他脑中植入了一个想法：你的世界不是真实的。这个想法像病毒一样生根发芽，即使回到现实，梅尔也无法摆脱他的影响。他坚信现实世界也是假的，只有通过出局才能醒来。最终，在一个结婚纪念日，他在酒店窗外纵身一跃，并给科布设下圈套，让他成了嫌疑人，逼迫他一起出局。这成了科布心中永远的痛。他无法回家，正是因为这个无法洗清的嫌疑。科布在混沌之地与梅尔的投影进行了最后的告别，他承认了自己的愧疚，但也接受了现实，他必须放手。他找到了坠入此处的费舍尔，并成功将他踢回上层梦境。在雪山堡垒的心脏地带，费舍尔打开了保险箱，看到的不是商业机密，而是父亲临终前留下的纸风车，那是他童年唯一的温暖回忆。保险箱里传出父亲的声音，告诉他：“我失望的是你总想成为我。”费舍尔泪流满面，那个我要走自己的路的想法终于在他心中生根发芽。与此同时，3层梦境的穿越时刻来临。第1层货车落水，第2层电梯炸毁，第3层堡垒引爆。通过同步的坠落感，团队成员逐层返回。科布却选择留在了混沌之地，他还有一个承诺要去完成，找到早已坠入此地度过了数十年的齐藤。在一座日式宫殿里，科布见到了垂垂老矣的齐藤，唤醒了他最后的记忆。随着飞机平稳落地，所有人都从梦中醒来。齐藤拿起电话，一个简单的通话就抹去了科布所有的麻烦。科布忐忑地走进入境大厅，这一次再也没有人阻拦他。他终于回到了家，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孩子们。他在桌上旋转了那个熟悉的陀螺，但这一次他没有等待结局，而是转身奔向了他的孩子们，拥抱了他的现实。陀螺依旧在桌上旋转，他究竟会不会停下？或许对科布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